楚风开始观望此地的情况。这方世界的各个宗门已是纷纷穿过屏障，进入其中，开始领取那所谓的塔令。因人宗门人数众多，原本想分批领取塔令，这样宗门之人皆可踏入，但他们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。原来每个宗门只能领取1道塔令，而塔令共享也是有上限的，最多不可超过2万人。无奈之下，各个宗门也只得挑选精英来共享塔令。至于那些散修人士，已是自发的开始组织凑齐人手。只是关于谁来持有塔令，却也是各方人马的主要争论点。更多的人选择用修为来决定谁来持有塔令。前辈，咱们也开始吧。楚风看向界善仙，既然神路都给了提醒，楚风自然要自己组织人马。我结界之术天赋尚可，但修武天赋并不好，这热闹我就不凑了。界善仙对楚风说道。前辈，不是一试？楚风问。毕竟界善仙实力强大，明面实力就能抗衡2品天神，而他身上还有诸多宝物，谁知道他的底牌到底能到何种程度？反正从他无惧7界仙宗，楚风便知道界善仙绝对还有底牌。若是界善仙不进去，那楚风便也等于没有底牌了。界善仙没有回答，而是纵身而起，直接飞向了一道门。当他踏入那一刻，一道红光自门内射出，笼罩在了界善仙的身上。界善仙也莫等黄府天族的人阻拦，便直接飞落到了楚风身旁。看到了界善仙言外之意，他不是不想进去，是根本进不去，修武天赋确实差。似是察觉到了楚风的担忧，界善仙补充道：“你也别害怕，我人就在这呢。你若惹祸了，我也不会不管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杀进去。那个区1品天神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”界善仙说话间，还看向了广场中心那黄府战天一眼。而听到这话，楚风也是心中有底，但还是说道：“前辈，我需要组织人手，获取塔令。您修为强大，若是您来号召，自然事半功倍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意图。这种小事你都搞不定的话，你还是别进去了。”界善仙说道。眼见界善仙不想插手此事，楚风便只能自己上了。这件事对于楚风而言，其实也是不难。他深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，于是直接拿出宝物，用利益来号召。他取出多个相同的乾坤袋，其中一些乾坤袋是开启着的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宝物。每个乾坤袋内的宝物是相同的，而那边是跟随楚风将会获得的好处。这一时之间，何止万人，数百万人将楚风围得水泄不通。很多人都想要从楚风这里拿到一份好处，甚至楚风注意，有的人双眼放贼光，将楚风当成了待宰的肥羊，分明是有强抢的念头。可楚风却也不惧，他之所以敢如此大张旗鼓，自然是因为界善仙就在旁边。况且就算界善仙不在，以楚风的实力，也不是这群乌合之众能够如何的。但别看报名的多，楚风却也不能来者不拒，也是提出了他的要求。虽说年龄不限，但是修为却有要求，低于半神境的不收。还有就是修武血脉必须不弱，楚风自己做了一个测试修武者血脉的阵法，通过即可。虽然看起来麻烦，可因为楚风提供的报酬确实可观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测试。可是散修人数终归有限，无法与各方势力相比，修为加上血脉这2个要求，更是筛选了大部分人。别看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已达几千万人之多，但满足要求的却也不足1/1000。不过因为报名的多，很快倒却也凑够了2万多人。按理来说人数已经够了，可楚风却没有停止，而是继续招收人马。至于那些人，本来就是奔着好处来的，不管楚风怎么想的，只要愿意给好处，他们就继续报名。楚风不是2万人就是上限吗？蛋蛋也提出了不解，还要再筛选呢，又不是全都要。楚风笑着说道：“哦，也对。”蛋蛋觉得很有道理，先筛选一批，再进行筛选，这样确实能够选出更好的。唉，干啥呢？要不要脸了还？可在此时，一队人马将人群撕裂，浩浩荡荡的冲了进来。为首的是一个身高体壮、面容帅气的男子。这男子的长相可以说是毫无缺点，近乎完美。他一出现，在场的女子都看得眼睛发直，确实是够帅。可是他却有一个缺点，说话结巴。不过相比于他，其身后跟着的一名身材挺拔的老头则更加吸引楚风。旁人看不出来，但楚风一眼就看出那老头不简单，是一个修武高手。那老头才是那男子的依仗。有事？楚风问道。我说你是不是过分了？能不能公平竞争？那男子问道。楚风从他的架势以及身后的人马便看出，他应该也是在组织人马，想要拿塔令的。其实楚风早就注意到这个人了，这个人是与楚风一样，动用了同样的方法，所以吸引到了不少人手。但是楚风的提出的报酬可比他丰厚太多，莫说打算跟着他的人跑到了楚风这边报名，就连原本已经跟了他的人，也有不少跑到了楚风这边，所以他才有如此大的怨气。怎么不公平了？你可以拿更多。楚风摆弄着手中的乾坤袋说道：“你钱多烧的是吧？况且你这边都2万多人了，都超标了，你怎么还还不停？你不给我们活路了是不是？”那男子怨念十足地盯着楚风。我这边需要的人数较多，但会淘汰一部分人，你若不急，便等一等。楚风说道。我等你大爷，我等。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给我拿下他！那男子此话一出，其身后一名老者便散发出了一道威压，直奔楚风而来。那竟是9品真神境的威压。哇！下一刻，数千人皆是人仰马翻。
但却不是楚风这边，而是那男子以及散发威压的老者以及跟随他的人马。这一刻，就连皇府天族那边的众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，包括本在广场之上修炼的皇府战天也是不由看了过来。因为是界善仙出手了，一品天龙界灵师的气息自然能够引起全场关注，任凭是谁都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强者。怎么想动手？界善仙飞落到楚风身旁，冷冽的目光扫向那男子。我擦，你有这靠山，你还拿那些好处干嘛？那男子非常无语。可也就在此时，楚风注意到躺在地上男子的脖颈处露出了一个吊坠，那吊坠是如此的熟悉，于是楚风赶忙暗中传音于那吊坠。兄弟，你在皇府天族地盘呢？我擦！楚风，你也在啊？你在哪呢？兄弟！王强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，同时那个英俊无比的男子开始四下观望。见此情形，楚风心中窃喜。那吊坠是楚风之前送给王强的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那吊坠进行沟通，王强体内的存在也听不到。而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显然那英俊无比的男子就是王强了。只是没想到他伪装的手段如此高明，若不是吊坠露了出来，楚风竟丝毫看不出破绽。兄弟，我就在你眼前呢。楚风笑眯眯地回道。眼前？没看到啊。王强起初真的看了楚风这边一眼，但很快便观望其他方向。可很快他又将目光落到楚风身上。我擦，和我抢人的是你啊！王强大喜。不然呢？楚风回道。兄弟，那你还，还不让那老娘们收起他的结界之力？王强说道。前辈认识，是我朋友。楚风也是笑着看向界善仙。朋友？界善仙不解。是朋友，我俩刚才闹着玩呢。楚风此话一出，就连王强身旁的九品真神老者也是懵了。但王强很快暗中传音于他，告知了那老者楚风的身份。于是他老者也是恍然大悟，再度看向楚风，目光也是柔和了许多。界善仙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收起了结界之力。王强恢复自由，一个纵身便落到了楚风身前，一把抱住了楚风。兄弟，我可想死你了。众人见此情形，也是意识到楚风与王强是真的认识，不然不会突然这般要好。随后楚风与王强暗中交流，也是得知了王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王强身后的那个老者乃是神体天府的一位太上长老，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神体天府也知道进入这里的方法，并且还早在多年之前便发现此地蕴藏的一件天地奇物。那天地奇物需要时间酝酿，却无法带走，只能多年之后来取。神体天府府主进入神之时代前，便告诉这位太上长老，带的那天地奇物时间到了，可带着王强来取，以弥补之前的修炼资源更多倾向于宇文炎日，从而亏欠了王强这件事。所以王强便跟随神体天府的太上长老来到了这里。只是没想到这里竟是皇府天族的领地，且除了皇府天族，这世界内还有着一个名为七界仙宗的界灵师势力，同样很不好惹。不过好在他们之前就对那天地奇物进行了隐藏，且加上位置较为偏僻，并没有被皇府天族与七界仙宗发现，所以王强成功将那天地奇物炼化，如今修为已是达到了2品真神境，并且还不止如此。据王强所说，那天地奇物非同一般，乃吉凶的修炼之物，可偏偏与他的四凶神体完美适配。他只是炼化了那天地奇物的一部分，便踏入了2品真神境，如今还有更多力量在其体内，只是需要时间炼化。只要能够全部炼化，其修为可入3品真神境，得到天地奇物。王强本来就想离开了，恰巧遇到了皇府天族发布消息之事，所以便想来凑个热闹，看能不能捡到便宜。不曾想会在此遇到楚风。兄弟，我听闻太古沙海被你征服了，那你得到了什么好处没？还有那个所谓神族被人灭了，你听说了没？还有你在哪找了个天龙境的老娘们保护你啊？你在哪逃弄的？你到底都经历了啥？又得到了啥机缘？自己的事情告知了楚风之后，王强也迫不及待地询问楚风。等一下兄弟，先解决一下人数问题。楚风与王强都已相认，那他们招收的人马自然合并。楚风已招收2万余人，王强这里也有几千人，加在一起都3万多人了。这个人数太多了，这还不简单？修为弱的踢掉呗。王强道：我自有办法。随后看向界善仙，前辈，麻烦您出手，帮我布置一座幻象阵法。随后楚风将具体要求告知了界善仙，界善仙也狐疑地看了楚风一眼，但还是按照要求，随手之间便将那座幻象阵法布置而出。诸位，若是通过考核，顺利拿到塔令，我这报酬绝对分文不少。但前提是你们需要通过考核，那座阵法便是最后的考核，你们都入阵吧。楚风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入阵，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。毕竟抛开楚风给出的好处不谈，这边有一位9品真神，还有一位1品天龙界灵师，只说这2位大人物，便有无数人想攀上关系，没有好处他们也要上。兄弟，现在能说了？王强对楚风问道。楚风笑了笑，旋即便开始暗中传音，对王强讲述分开之后他的经历。对于王强，楚风没啥隐瞒的，除了没说界善仙的身份外，其他的都说了。我擦！那神族是你灭的？王强得知经过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哪怕他对楚风已是自认为足够了解，
可却也没想到楚风能够凭借一品真神的修为灭掉整个神族，仍是感觉头皮发麻。但他了解楚风，知道楚风绝对不是吹牛的，所以这件不可能的事就是事实。兄弟，这是你不公开吗？这事你若说出去，那还有谁敢招惹你？说不定就连借天染那个老杂毛都要给你道歉了。王强说道。说出去也未必有人信，况且那又不是我真正的本事，若不是我的女王大人，你都见不到我了。楚风说道。爷爷也是，不得不说你这戒灵真好，这关键时刻是真顶事啊。要不你让他出来，我给他磕一个，感谢他救了我兄弟一命之恩。王强说的极其认真，是真的感恩。楚风说道。兄弟，心意领了，道谢就不必了，我的女王大人又不是外人。不行，咱俩啥关系？你可是我王强在这世间唯一的兄弟，而他舅救了我唯一兄弟的命，便相当于舅救了我的命。别说磕一个了，你让我给他舔脚丫子，我都愿意。王强说道。闻言，楚风顿时眉头皱起，而淡淡的声音则立刻炸响。楚风，你快让那磕巴把嘴闭上，不然本女王这就出去拍烂了他，真是恶心死人了。淡淡气得咬牙切齿，他说的是实话，他是真被恶心到了。他知道王强什么模样，要是真被王强舔了一口，他恨不得把脚剁掉扔了。淡淡，别生气，他就这样。楚风这边安抚了淡淡，另一边看向王强，管好你的嘴啊，兄弟，别乱说话。舔我家女王的脚丫子，那是道歉吗？你做梦都没这种好事。嘿嘿，说来也是啊，你那戒灵长得确实带劲。王强嘿嘿一笑，旋即又道，不过兄弟你别多想，我刚才就是举例，表示你对我的重要性。毕竟兄弟我也是要脸的，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舔别人的脚，这是很屈辱的事。我可没轻薄你那女王的意思，我知道那是你的女人。我王强就算对天下女人感兴趣，也绝对不会对你楚风的女人感兴趣。我对天发誓。本来是暗中传音，可话到此处，王强忽然举手发誓，还是当众说出，我若敢对我兄弟女人有半点想法，我王强此生不举。此话一出，顿时无数人的目光投来，不明真相的人只感觉莫名其妙，许多女子更是羞红了脸，因为王强的话太直白了。什么啊，就不举了？这么好看的人，不举多可惜。就连界善仙也看了过来，嫌弃的看了王强一眼后，又小声对楚风问道：“你朋友是不是脑子有病？”